不好意思，借过。哎，麻烦让一让。你们俩，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林主任这不加号的。我知道，我就跟林主任说几句话。你别不好意思，哎，你俩不让进。借过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不听了？我就说几句话，我就说几句话。不好意思，干什么？林主任，他们硬闯进来。林主任，麻烦您给我们加个号吧。我在网上约不到您的号，我在现场也挂不到。林主任这不加号的，你老先生哪里不好？冠心病，在别的医院做的造影啊，我这有报告。医生说呢，他有一根血管呢完全堵住了，还有几根血管狭窄的也非常严重。我们还有多少人？还有30多个，已经挂满了。您帮帮忙吧！您看看他这样吃不下睡不好的，太受罪了。那别的医院也处理不了啊。林主任，我看过有关您的相关报告，说您医术特别高。我给你加一个号，但要排在最后，需要等一会儿。好的，好的，多谢多谢。外面等。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坐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还好吗？这是最后一个了吧？对，主任，你得赶紧去机场了吧？啊，对啊，都来不及了。哎，不对，主任，还有一个，你刚刚加的那个。哎，行吧，你叫他进来吧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慢点啊。哎，林主任，久等。去。林主任，这个是我们在别的医院做的这个造影的报告，您看一下。没有影像吗？啊，在这儿，我都放在相机里了。等一下，啊，就是这个，您看一下。他呢还有这个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病，我都记在这儿了，您看一下。这个不用。啊。从影像上来看，您父亲的血管堵得很厉害啊。我是他爱人。任签长，像他这种情况，我的建议是正中开胸。可以做胸腔镜吗？我听说可以不用体外循环，心脏不停跳做的。胸腔镜当然可以做，但现在他肺功能不好，不是很适合。是这样，我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文献资料，说这个冠心病呢和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联。如果平时要是抽烟喝酒的话，可是他烟酒不沾的，他没有这些生活习惯。发病机制很复杂的，谁都说不好。而且现在讨论这个也没有任何意义。问题是怎么治疗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这可不是科学的方法论呢。我把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特征我都附在了后面，您可以看一下，这样是不是对您的这个您听我说，医疗建议可以有一定的启发呢？我能给出的意见，介于他这种情况，是要做正中开胸，但问题是他年纪很大，身体基础条件也很差，无法保证术后的恢复。您很赶时间吗？我在外边等了您整整4个小时，你连4分钟都不肯给我。我们是在看病，这跟长短没有关系的。你来问我外科的意见，我已经给到了，你们可以接受，也可以不接受，也可以回去讨论一下，或者你们还有别的想法，去内科可以问一下介入啊。我们当然考虑过介入，可是下级医院说做介入难度也很高啊。这样，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心内的周晓峰主任，让他帮你想想办法，我帮你打个招呼，行吗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咱们心内这个慢病、老年病实在是太多了，这老人家们又都很固执，药不很好吃，我给他们建议做个支架，又好像我要谋财害命似的，出院也不肯出。我，您是心内科的周主任吗？周晓峰主任。是。您好，您好，心外的林主任让我来找您的。林毅林主任。对对对，您看我们这种情况能做手术吗？
不好意思，我还不太了解。他没有给您打电话吗？可能真是信号不太好。他明明跟我说马上给您打电话的呀，这什么态度啊？医德太差了。您先别着急啊，慢慢把情况告诉我，好吗？好。确实，老先生的闭塞段比较长，钙化程度也比较严重，做介入手术的话，操作难度是很大的。那这还做得了吗？老先生78岁了，风险确实比较高。那如果操作不成功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严重的话，血管破损，那发生这样的情况，就需要心外科的医生来开胸处理。那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大概是多少？这个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我们只能把风险提前告知。喂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过来。对不起啊，我得赶回病房那儿去了。那你们再好好考虑一下，如果决定要做手术，就再来找我。好，那我们想想。您父亲这么严重的病变，是可以考虑使用震波球囊的，效果应该会不错。我们都听您的安排。主任，我爸爸今天就能住进来吗？要先看看有没有床位。张真，我马上去。我查过之后通知您。谢谢啊。以后主任就靠你了。他平常爱喝咖啡，有时候第2杯、第3杯的时候，你就悄悄给他换成低音的。隔一阵你就去柜子里看看存货，别断了。科室秘书有点粗心，经常忙。别的科室发起的 MDT， 他总是随叫随到，必要的时候你得拦着点儿。不是非他不可的话，你就请别的主任去做。门诊现场你也别让加太多号，他心软，病人和家属稍微一求他，他就给加。有时候忙到自己午饭都吃不上，所以你可以给他买点吃的，但他不爱吃甜食啊。我记住了，以后给他点轻食。整个医院，方医生和林主任的话对他最好使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去找他们俩帮忙，明白吗？思思，好好干，不能学我。保重。他这个情况，药物治疗上还可以，可以再多继续观察。那我再给他开1周。主任，我问过了，目前我们只剩1个床位了。那不是刚好吗？但是上午你门诊结束之后，是不是还收了一个3治病变的老先生？彭老先生。对，刚才他的家属来问了，他们也想住进来。他们决定手术了吗？那个阿姨拉着我反反复复问了很多问题，但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。再给他们点时间考虑吧，先把刚刚那个病人收进来。好。小叶，你再去找一下彭老先生他们，建议他们去心脉吧。他这个情况还是更适合外科手术。行。应该这样可以。可以。好。主任，您吃过午饭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
张真这么一走啊，周晓峰等于断了一臂，太不小心了啊！这是不小心的事吗？因为周主任啊，迟早得明白，你手下的小兄弟们得过日子呀，不给人肉吃，谁给你卖命啊？但是他也支棱起来了呀。秦内最近订了一批震波球囊，他们就是要用新技术打开局面，吸引更多的病人。是吗？是啊。你要这么说，这年轻的主任是挺有冲劲儿的啊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有能力更有魄力。行，还是那句话，鹬蚌相争。哎呀，我忘了周报没写，我回去写周报。渔翁得利嘛。您好，我来办住院。哦，好，哪位主任开的单子？新来的罗主任。嗯，好嘞。叔叔，你名字叫什么呀？冯茂。怎么样，都好吧？好，好。来看我都做什么了。狮子头，没想到住院还能吃到你的拿手菜。你吃了吗？放心吧，我都吃过了。中午只能吃1/4个，不可以多吃哦。哎，好。医生说没说这手术要多长时间啊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大概要3个多小时吧。哎呀，做手术的罗主任太忙了，我总也碰不到面，也就没细聊。之前心内科那个是从腿上进去的，不是挺好吗？就不需要遭受这个开膛破肚的罪。我们楼的那个老杨也是心脏病，他当时做的就是介入。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。罗主任说了，你的这个情况啊，做介入风险太大了。你放心吧，这是大医院，人家心脏中心很有名的，肯定能给你治好。不是说心脉科那个林主任的技术最好吗？我看不见得，他那么年轻，态度还差，我是信不过他。罗主任就不一样了呀，一看经验就特别丰富，人还和气。你放心吧，肯定能给你治好的。存折、银行卡放在书桌最底下抽屉里了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另外还有2份保险，合同应该跟房本放在衣柜的抽屉里，你可别忘了啊！你又来，跟你讲了800遍了，我不要听你说这些。开大胸啊，刀口那么长，要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你就知道说这些丧气话。罗主任说了，他对这个手术很有信心。快吃饭。打个电话，你给他打个电话吧，他还不知道我动手术。我不打，要打，你自己打。他早就把咱们2个给拉黑了呀。是啊，
来。你跟患者什么关系？我是他朋友。7号病房，这边左转。哦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能借用一下你们的座机打个电话吗？行，来，谢谢。外线加波9。谢谢。喂，小鹏你好，我是江阿姨，你父亲住院了，这个周3就要手术，你能来看看他吗？刚才就是你打的吧？啊，我不会去的，别给我打。你先别挂，你听我说，你爸爸这次病得真的挺严重的，他特别想见到你。你别跟我说这些。当初老周跟你这个小三勾搭上，气死我妈的时候他在哪儿？我不会见，也不会原谅。小鹏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真是误会我们了，不是你。日子过起来当然就长，但是拖拖拉拉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。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。对我来说，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，才具有一定的意义。我打过电话了，用医院的电话打的。我跟他说了，你今天要手术，该递的话都递到了，你安安心心的，啊？说不定等你做完手术，他就来了。不会来的。算了，我这辈子啊，到头来就是父子缘浅。什么就到头来？你别胡思乱想的。这次，要是我真的醒不过来，你不许瞎说。你一定，我这辈子亏欠你太多了，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。你知道就好，知道了，你就好好做手术，等出院了，你好好补偿我。瞧你跟小孩似的，你不许哭。石九成，该进手术室了啊！来，咱们围上啊！围上。放心。血管病变得非常严重，这是典型的糖尿病人弥漫性血管病变。就罗主任精湛的手术技术，再难的血管也都不是问题。全项支血管弥漫性胶索样改变，几乎找不到可以吻合的部位，需要做内膜剥脱。关照刀，打水。
吴律师，打水。啊，钙化内膜断掉了，没有完整的剥离出来。就这样吧，准备搭桥。手上打水。搭桥完毕，测流量。怎么会这么低啊？平时心电图 ST 段发生变化，视导频发。不行，失颤了，快处理！上体外循环管道，快！你的医生排气。放电完成。放电。放电。全流辅助。不行啊，还是频发视导啊。肯定是桥血管的问题。罗主任，我们是不是得重做？怎么重做？血管条件这么差，内膜剥脱的又不完整，你再重做2遍，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？不重做肯定不行啊，这很明显是吻合口的问题。罗主任，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不重新做的话，停不了机啊。罗主任，要不然，请盛主任过来看看。你去问一下林主任在不在？哎，好的。林主任，哎，请稍等。林主任，这病人的3条血管呢严重病变，前架子 CTO 有右管侧支供影响，他这整条血管呢是弥漫性的病变，所以我找不到可以搭桥的位置，做了内膜剥脱，但是剥脱的不是太。行了，你别动了，我已经到了。林主任，转机多久了？已经转机30分钟了。不行，桥血管完全没有流量。内膜也完全断了，侧支循环完全进不去。你为什么没有把钙化的内膜分离出来？我不是不做，它全程都是弥漫性的病变，我要整个都做内膜剥脱，这得多长时间啊？根本不现实。再长也得做。扩大冠状动脉切口。这再扩大怎么吻合呀？这总共才1毫米的血管，又软又滑，等于是在芝麻上面雕花，保证不出血，还得通畅，太难。哎。大眼镜买布片。能这么做吗？不然怎么做？一针一线的缝呗。
我们继续。你可以给我。林主任，你这双手啊，就是为外科手术而生的，真的不服不行啊！感谢啊，感谢。患者心功能不是很好，术后需要多关注一下。行。术后注意。哎，林主任，小手术转大手术了。对呀，估计要在 ICU 住上一段时间，呼吸辅助的时间也不会短。好。严密观察病人的血发、尿液还有神志等各项情况。好的，彭老师。这样，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心内的周晓峰主任，问问他的意见，我帮你打个招呼，行吗？喂，丁主任。林主任，我们这有一个搭桥的病人，手术本身是顺利的，但我始终觉得不对劲。怎么了，林主任？没事。那我先走了，我晚上10点飞厦门。这么晚？明天下午要谈，怕早上飞机延误。行，那一路平安。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他术前心肺功能就不好，再加上这次的手术打击和为数期心梗，还是需要较大剂量的血管活性药物，肺部的渗出也比较明显，所以还是需要呼吸机继续支持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早知道我们就不手术了。彭老师他不会有事儿吧？我们会密切关注他的，这2天家属尽量不要离开医院，有任何情况我随时跟你沟通。我不走，我一直都待在这儿，我不会离开的。行。就是这个病人家属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叫彭茂的家属呢，打市民热线投诉了咱们医院，认为手术没做好，要追究我们的责任。这人还在我们监护室，家属就投诉了。反正家属就认为手术不应该是这个结果。你的意思是，病人在心外科动了开胸手术，现在却要来投诉我们心内科？准确的说是，咱们心外科、心内科都被投诉。为什么？家属有原话：我先生病得很重，我们慕名来到东丽医院心脏中心，结果被心外科、心内科2个科室推来推去，踢皮球。踢也不是我们踢的，他那么严重的3支病变，我们好心收留他，还给他做了手术，现在盗版是我们不是了。家属嘛，最终还是看结果导向。如果说老爷子恢复了，那大家一切皆大欢喜。一旦手术的结果不符合预期，家属肯定是有点想法的。那家属现在有什么诉求？只说要理清这个过程，给自己讨一个公道。王院长对此事也是十分重视，所以委托我们医务处牵头，希望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下。病人本来肺功能就差，心功能也一直没有得到恢复，现在术后5天了，还是迟迟不能撤机。病人的冠脉闭塞很严重，自身的血管条件呢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吻合起来难度确实很大。后来多亏了林主任，他接手以后呢，整个手术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成功。病人家属说你们2个科室在踢皮球是怎么回事啊？病人的家属他跟我说呢，他们先挂的是内科的门诊，但是内科的人告诉他，我们介入的风险太大了，所以你们应该去找外科。严格来说，他们没有挂心内的号，是在我门诊结束，他们在走廊上把我拦下。周主任，我看老人家挺不容易的，就帮他看了一下。他们之前在下级医院做过造影，冠脉闭塞确实很严重，
关键是钙化程度很高，介入操作的难度会非常大，所以我建议他们去心外。对，当时我也在场，周主任是好心，而且要说先去的，我怎么记得这个患者先去的是林主任的门诊呢？对，那天我门诊快结束了，临时给他加了一个号。老人家70多岁，身体基础本身就不好，老慢支、肺气肿，所以判定不具备手术条件，才让他去找周主任。但是从家属的投诉当中，可是明确的提出，是你主动承诺会给周主任打电话的，但事后你并没有打。对，我忘了，但从结果上来看也没多大区别。是，从结果上来说是一样的。病人家属找到了我，我也把手术的风险利弊明确告诉他们。可能他们签完之后，最终还是决定要做心外手术吧。周主任，那个病人他是自愿选择的吗？彭茂老婆告诉我是你们内科的人告诉他没有床位了，所以才把他赶到我们外科的。我没有说过这句话。行，他前脚刚走，你们后脚就收了一个病人，没错吧？听说还用了震波球囊，那你们收病人的标准不是先来后到啊？这跟先来后到有什么关系？彭老先生跟他的妻子当时还在犹豫手术方案，甚至没有挂我们的号。后来的病人介入指征、手术意愿都非常明确，我为什么不能收？这到底是因为病人还在犹豫，还是其他的什么？说不清楚了啊！一个小小的 CTO 呢，费时费力，但是震波球囊加旋膜就不一样了啊，怎么也得小10万吧？我是你，我也会这么做。我理解你，周主任。罗主任，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，我建议你最好还是谨慎说话。没错，一个小小的 CTO， 林主任在门诊就推了，为什么呀 ？CTO 配不上林主任，林主任现在要么就是飞刀，要么就是站着复合手术室。难道以后在咱们医院就只做危重疑难手术了吗？这和我做不做 CTO 有什么关系？我当然让他去心内找周主任，就是希望周主任看着他回来跟我商量，商量出一个最好的手术方案，是吗？这不是没商量就给病人开胸了吗？出事儿了就给我们甩锅，是这个道理吗？这是合作态度吗？谁帮谁，你搞清楚了没有？是你们推出来的病人发生了危险，我做的手术他才安全下台。是我不是怪你，是罗主任在给我们推锅。别说话。这点上，我支持林主任。这件事情再怎么追根溯源，也怪不到他头上。医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，林主任只是想为病人找到更合适的治疗方式。所以盛主任现在是心外收的病人，心外治疗的，然后出了事儿就是我们心内背锅，是这个道理？没有这个道理，人家是先找的你们，你们怕单吵什么吵？林毅，你干什么去？我不想在这跟他废话。你给我坐下！还有没有规矩了？你们拿这里当什么了？菜市场吗？这是医院。院长，现在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，我正准备申请 MDT 多学科会诊，尤其是需要请教呼吸科和肾内科。方医生说的对，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让病人脱离危险。小芳，你从系统当中申请会诊的流程，我跟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去打招呼。如果还需要其他的东西的话，随时找我。谢谢院长。后续病人有任何情况，我都会及时向大家同步的。你们两个给我出一份报告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。明天下班之前交给医务处，医务处抄送给我。李毅，周主任，我们科里还有点事儿，有什么问题晚点再说。我先回监护室。都怎么想的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转身就走，王院的话都没讲完呢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
心内内姓吴的说的是什么呀？完全就不是就事论事，泄私愤。那也用不着你冲在前面了，不有我呢吗？行，下回我跟着你。老罗这2天正郁闷呢，虽然他的技术没那么精湛，但就是因为一台手术结果不好就要追责，那以后年轻医生谁还敢动手？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他，我才是彭茂的首诊医生，我应该跟进的。你已经尽力做好善后工作了。彭茂的资料我是仔细看过的，高龄还有那么多基础病，确实应该首选介入。彭茂一看就是会长期压床的病人，周主任那边也有绩效压力，应该挺为难的，都可以理解。你爱喝的。他肺部有感染，所以先弄到单间来了。呼吸科说，目前除了继续呼吸机维持、加强呼吸道管理以外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什么情况？肾内怎么说？也来过了，说暂时不需要噱头，可能整体调整好了，他肝肾的损伤就有所缓解了。那现在这样，我们什么干不了，只能等着。我会盯紧的。他的家属不接受医院的调查结果，坚持要走司法流程，所以你自己也要当心点。你有空吗？咱们聊一会儿。聊什么？聊什么呀？你找我？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我感觉你状态有点不对。哪儿不对？之前张震说，你们在欧洲的时候，你喝了酒。对啊，我喝了，有什么问题？而且你现在一天到晚疯狂的做飞刀，起早贪黑的，你身体吃得消吗？我身体没问题啊。飞刀怎么了？飞刀又不是坏事儿，合法合规，盛主任帮我把正常流程都走完了，那我有时间就去开呗，能救更多的病人，有什么不好？你是为了救病人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有区别吗？之前你跟我说，你都想清楚了。你刚回来第1天就要上班，你不多歇几天？我好了，没事儿。但是我觉得你没有，你还在逃避，你没有走出来。那我问你，我怎么才能证明我走出来了？我得天天在家里拿着我哥的照片到小瑞的房间抹眼泪，这算走出来了？还是去参加你给我的什么心理诊所，让他再告诉我一遍我们全家人都死光了，我还得嘻嘻哈哈过一生，算我走出来了？说不定呢，说不定这样会比较好呢。你需要的是时间，林毅。之前把监疗队的联合门诊跟手术暂停，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可以休息，慢慢的恢复过来。但结果呢？盛主任一说，你就开始疯狂做瓣膜门诊，开飞刀做TAVI。你说这对你有帮助吗？你觉得他真的会关心你的状态吗？我自己的状态我自己很清楚，而且我也很清楚，盛主任很关照我。复合手术室，1周5天的手术日，你一个人就占了2天半，还经常拖时间。我科室里的人对你有很大的意见了。盛主任明明都知道，就什么都不跟你说，纵容你。你觉得他是在保护你，还是在伤害你？大家都是因为看我的面子才让着你的。
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那你们科室的事儿你自己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做手术是在救人，我们做手术就在玩儿。再说我们做手术哪有时间掐那么准的？案例复杂一点，手术时间长一点，不是很正常？那怎么着？下次我做手术的时候掐着表，时间到了就跟人说不好意思，您先下来，下次我们再做。手术时间当然可以预估出一个大概，如果做不完就不应该安排的这么满啊。我的手术我都做得完。你那么会预估，那麻烦你预估一下我的手术时间，然后再好好调配一下你们自己的手术时间，不就行了吗？林毅，你是不是觉得一直以来我对你的礼让都是理所当然？你没有意识到，你已经成了尚主任手中的一把刀了，刀锋只指向我。